镍氢电池是现今主流的 AA 充电电池，这应该已经不是这短短5年、10年内的事情了。而打从我开始使用这种充电电池以来，购买的电池及品牌也已经不计其数。但对于如何挑选我的下一颗电池，至今仍然是迷迷糊糊的。这要怎么说呢？我们就以最知名的 Eneloop 系列来说吧。这款电池基本有3种规格，分别是2500毫安时款、2000毫安时款以及950毫安时款。而这些电量规格大概就是我们在购买前唯一会看的数据了吧。当然其实还是有循环寿命啦、置放电率等等。然而在我接触这些电池的这么多年来，就我目前的认知水平，如果要买我的下一颗 Eneloop， 除了轻量版950毫安时款感觉很快就会没电，绝对不会买之外，其他的2款至今也都还是靠感觉在采购，网络上刷到哪个便宜就买哪个啦。如此的盲目挑选，以身为一个自称为实干家的我来说，实在是觉得很羞愧啊。因此我们今天就打算认真的来研读一下，看看关于这个 Eneloop 在选择上到底都有些什么奥秘吧。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官网的介绍吧。从这些基础资料中，除了知道黑钻款高出大约 20% 的电量之外，再来就是它的寿命只有白款的1/4，而且置放电率可能还比较高。对于它适用于什么设备，就官方的说法，黑钻款适用于高耗电的设备，这个说法实在是有点暧昧，难道白款就不适合吗？说到这边，依照我们工程人的直觉，就会认为是不是黑钻款的内阻特别低呢？因为内阻低，电流及瞬间功率大，所以才会说适合高耗电嘛。那既然说到这边，我们就得先来确认这些电池的内阻啦。因为这个 Eneloop 电池应该是全世界资讯量最多的镍氢电池了。关于这个系列电池的资讯，网络上应该已经没有什么是找不到的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用做什么实验啦，我们直接把这3款电池的规格文件翻出来看看吧。我们找到其中描述内阻的部分，竟然完全不如我所想的，因为这3款电池的内阻根本就完全一样啊！黑钻款的内阻其实也并没有特别低，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原厂规格文件说的哦。所以如果不论续航力长短，这3款电池用在同一款装置上，最大电流输出能力应该也都差不多，不是吗？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那官网上说黑钻款适用于高消耗的设备，而不是其他款，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我们直接来看看电池的放电测试的结果，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吧。为了容易的比对出差异，我们就以2500毫安时的黑钻款和950毫安时的轻量款来做一下对比。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这个曲线图。首先是这些放电曲线应该都是在充满电之后直接接着进行放电的结果，这个我们从它的电压都是从超过 1.4 伏开始就知道。其次是他们都记录了使用4个不同电流所进行的放电结果，然后都是放电到电压剩下1伏，当作是电量耗尽了。从这些放电曲线，我们就可以得到几个简单的定理，那就是电池的电压并不会是个定值，而是会随着电量消耗而降低的。而且当使用更大的电流持续放电的时候，还会更进一步的缩短续航力。现在我们把轻量款使用500mA放电时的曲线，按照比例和黑钻款的叠加在一起，和黑钻款同样以500mA电流放电的结果来做比较，其中黑钻款以这个电流放电时的总电量约为2400毫安时，而轻量款的总电量约为930毫安时。我们看看这2条放电曲线，明显可以看出轻量款的放电电压几乎是打从放电一开始就都输给了黑钻款，它们的内阻也许都差不多，而且放电电流也都
都一样是500 mAh，但这个500 mAh 对轻量款电池来说可是超过 0.5C 的负载，相对的对黑钻款来说却只有 0.2C， 相对电流小，电量减得慢，电压自然也下降得更慢。即便轻量款已经耗尽了电量，黑钻款还有超过 60% 的剩余容量呢。所以为高耗电设备选择电池，选择高容量电池才是王道。不但只是为了更长的续航力，还能更久的维持高功率输出。当然，同样一个设备用白款或轻量款，应该也都能正常运作，只是高功率输出的时间相对就会缩短的比较快。那讲到这边，难道白款或轻量款就都没有他们的优点吗？当然，肯定是有的。我们看官网所列的资讯，从这个可回充的次数，也就是循环寿命来看，标准白款 Analog Loop 为2100次，而黑钻款则仅为500次，轻量款甚至是可以高达3000次的回充寿命。而这些当然都是根据官方基于相同测试标准所定义出来的数据，因为这种数据一般都是用最理想的环境下所测试出来的极限数据。在实际使用时，因为掺杂了各种环境因子，如温湿度啦，还是高强度使用啦、过度放电等等，这些寿命的数据肯定都是要大打折扣的。因此，黑钻款的循环寿命这么短，放电效能迟早是要和其他款死亡交叉的吧？因此，如何选购，是否采购黑钻款电池，就得好好的衡量咯。我想，今天如果我是差 0.1 秒就上凸台的竞技玩家，或是急需捕捉瞬间的摄影师，那我其实就不是很在乎多花一点钱来达到最高效能啊。但实际上，我只是一个一般使用者，我宁可买一次电池就可以一直用下去，那我可能就不会考虑黑钻款啦，而是选择电量稍低但寿命却高出4倍的中庸白款电池。另外，关于轻量款，从基本资料中就可以看出，它的强项绝对就是在寿命啦。然而，虽说寿命长，但电量存量实在是不高。这样的电池，您会觉得它就没什么路用吗？当然不是的。其实，在电器产品中就有种应用，特别适合这种没什么电量但寿命特长的电池，如资料中所写的日常用品，像是无线电话机、电动牙刷等等，这类的设备基本都算是有点耗电的。然而因为使用时间不长，用完后马上挂机回充，对于这类的应用，即便轻量款电池电量不高，但也已经绝对足够一次的使用量啦。再加上轻量款标称寿命等于高出白款 1.5 倍，我看理论上应该用到您的电话机都坏了，它应该都还好好的吧。所以就这点来看，相信您应该也能体会任一款电池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了吧。经过今天的研究，相信我们在日后挑选电池时都能更不手软的下单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它们的价值绝对不会白费。最后祝您顺心，别忘了帮我们的影片点赞、订阅以及留言分享您的使用经验。我们下回见啦，拜拜。